世界会终结吗？那是绝对的末日，还是下一场永恒轮回的序幕？无论是神话预言，还是现代科学，在碰撞上佛学之后，我们如何理解到这终极问题背后的意义？大家好，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前往世界末日，如果被问到宗教或神话中哪一个世界末日的景象最为荡气回肠，那无疑就是诸神黄昏。这是源于北欧神话中的预言，在连续3个漫长的严冬之后，夏天会永远消失，大地被风雪冰封，存活的人类手足相残，父子成仇。这一切都暗示了世界末日的即将到来。终于，由死人指甲制成的大船上挤满了双巨人的军队，战士们从英灵殿中蜂拥而出，全副武装，战斗的呐喊声响彻在整个天地之间，而所有的英雄们都要迎接自己最后的宿命。魔狼芬里尔扯断了锁链，迎战他的是众神之父奥丁。环绕整个世界的巨蟒耶梦加德从海底泥床上苏醒过来，迎战他的是手持雷神之锤的雷神索尔。邪神洛基款款走来，迎战他的是彩虹桥的守卫海姆达尔。最终，所有的战士和怪物，所有的英雄和邪神，几乎都同归于尽了。大地变成一片尸山血海，天空也发出血般暗红的光，最后连星辰也从苍穹中落下，燃烧后焦黑的大地沉入了波涛汹涌的海底，一切只剩下了死寂与黑暗。但世界并没有就此终结，不久之后，大海会涌出新的土地，残存着的数个神灵和人类将一起开创一个新的世界。但所有的关于世界末日的描述，恐怕都没有基督教启示录中的末日审判那么广为人知。到了审判日，将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白色宝座，天地之间都无所遁形，所有的生灵都站在上帝面前，就连海中的阴间的死人也都会被复活，并且所有的行为都被记录在案卷中。恶的人会被投入到火湖中，这是第2次的死亡，也是永恒的死亡。善的人会在生命册上被记载，得到救赎，从此安享于上帝的国度，直到永恒。同为诞生于沙漠中的亚伯拉罕一神助教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也都有类似的记载。世界的末日，所有的人都会迎来大审判，那时候旧的世界将被摧毁，新的世界将直到永远。不知道你是否发现，我们已讲到了2种类型的世界末日观点。第一种，世界有诞生，有毁灭，但毁灭之后也可能会有新的世界诞生。除了刚才提到的北欧神话，从欧洲的凯尔特人到南美的玛雅人，甚至到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普遍都存在有类似的神话传说。第2种，世界也有诞生，也有毁灭，但毁灭之后便是永恒。神的子民们
要在抓紧有限的时间，让自己得到救赎。除了亚伯拉罕助教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外，波斯拜火教、祆教也有类似的观点。接下来我们聊聊第3种，世界会有诞生，会有毁灭，但会不断的循环往复。在印度教的神话中，世界原本就源于大神毗湿奴的一场大梦。在无穷无尽的混沌大海里，毗湿奴慵懒地仰卧在千头大蛇柔软的腹部，伴随他的沉睡，肚脐深处长出了一朵美丽的莲花，莲花徐徐绽放，诞生了另一个大神梵天。梵天出生后就积极工作，创造出了星空大地、芸芸生灵乃至其他神灵。然而毗湿奴终会苏醒，也终会再次睡去，那么世界也终将毁灭，这便是一个创世循环。这样看来，印度教的循环世界观已经非常特别了。然而佛学的观点才是真正的独一无二。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接着聊。成住坏空。在佛学眼中，世界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终结呢？首先，最基本的观点，那就是世界具备有循环性。犹如首尾相接的环，世界注定会有一次次的诞生，也注定会有一次次的毁灭，每一次就被称为一个大劫。那是不是意味着佛学和印度教的观点是一致呢？当然不是。这其中的最大区别，也是佛学和这天下所有宗教的最大区别，那就是没有任何的神灵有资格或有能力提供世界循环往复的推动力，而这一切完全是由世界本身的法则所决定的。佛学把宇宙的变化分为4个阶段：成、住、坏、空，十分深奥绝妙。我们尽可能聊得浅显一些吧。成，宇宙从一无所有中诞生，但又并非是完全凭空，而是有无数条件下的促成。背后的佛教哲学就是我们曾谈到过的缘起。住，宇宙在出现之后开始维持、生长繁荣，这是因为包括宇宙本身在内的所有事物都会在不断的变化。背后的佛教哲学就是我们曾谈到过的无常。坏，宇宙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衰败，如同无常会让宇宙发展壮大，无常也会带来毁坏和瓦解。无论多么完美的事物，都无法逃脱这一过程。背后的佛教哲学也是无常。空，最终宇宙会消散，但要注意，我们谈起空的时候，并非指的是虚无，而是包括宇宙本身在内的一切，都因为变化而无法拥有永久不变的实体。背后的佛教哲学就是我们曾谈到过的性空。宇宙有周期性的生灭，而众生也在其中不断的轮回。那么佛陀能改变这一切吗？当然不可以。即便是佛陀本人，也只是经过了觉悟之后，看破了这种轮回的苦痛，并且指引我们一同觉悟，从这无休止的轮回中进行解脱。佛学
在2500多年前，竟有如此的哲学思辨，以及如此的人文情怀，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接下来，我们将从现代科学出发，聊聊当前所探索到的宇宙结局，也许会让你惊讶地发现，科学与佛学彼此之间居然有跨越时空的对话。宇宙的3种结局。我们的宇宙从何而来？对现代科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宇宙起源于一场140多亿年前的大爆炸，从一个极小的起点出发，不断膨胀，让我们的宇宙变成了浩瀚星海。用一个不太严谨的比喻，我们的宇宙就好像是一个在不断吹胀的气球，亿万丝年，这个气球越来越大，那么最终可能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呢？宇宙大坍缩。如果这个气球会慢慢回缩，那是因为引力在慢慢发挥作用，让所有的物质都重新汇聚，恒星、时空还有我们都会被挤压到一起，再次变为一个起点。宇宙的终点将是无间火域。宇宙大热季。如果这个气球会继续匀速变大，甚至会停下来，那么造成的结果，那就是宇宙会慢慢熄灭，直到最后一颗星星不发光，直到最后一个黑洞都蒸发殆尽。宇宙的终点将是无间冰域。宇宙大撕裂。如果这个气球不光变大，甚至还在加速变大，而这会带来一个最为可怕的结局。加速膨胀的结果，最终会撕裂所有的时空结构，恒星、时空还有我们都会被撕得粉碎，就连小小的原子也会被彻底撕开。宇宙的终点将什么也不会留存下来，无比绝望。我们暂时不知道宇宙究竟会走向哪种结局，但我们已经知道，宇宙也许会存在有循环的可能。如果宇宙的结局是大坍缩，那么所谓的坍缩，也许就是在给下一次的宇宙大爆炸来积攒力量。弦理论之父爱德华·威腾，他所总结和提出来的 M 理论，给不少循环宇宙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的宇宙和我们宇宙的平行宇宙，都是嵌入在更高维度空间中的宇宙膜，而宇宙膜之间会定期相遇，相互碰撞，产生新的宇宙大爆炸。如果宇宙的结局是大热季，那么所有的原子都消亡之后，宇宙又会回到当初的起点。知名物理学家、数学家，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杰·彭罗斯爵士，参照了 M 理论中的几何工具，提出了共形循环宇宙理论。他认为，当所有的物质都衰变为光子之后，这也是下一次宇宙大爆炸的起点，并从数学上进行了证明。如果宇宙的结局是大撕裂，那也有可能重新进入循环吗？可惜，改变这个最为绝望的结局，现在还没有相对稳固的理论模型，但也有科学家猜想，量子效应可能会在极端条件下来对宇宙常数进行修正，从而开启一个新的循环。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就现在的观测数据来看，宇宙会走向大撕裂结局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我们是否发现了，无论是哪种宇宙模型，的确都是在成、住、坏、空
成，宇宙从至密至热的起点中诞生；住，宇宙逐渐冷却下来，繁星满天；坏，星星逐个熄灭，黑洞占据主流；空，无论是哪种结局，宇宙最终都会化为乌有。这便是科学与佛学彼此之间达成的某种惊人共识。如露亦如电。我们看到过阳光下的露珠吗？太阳还没有露头的时候，露珠就在草叶上不断集聚，这就是成。太阳刚刚冒出来，露珠也最大最漂亮，闪闪发光，这就是住。太阳照耀出明亮的光，气温慢慢变热，露珠也慢慢变小，这就是坏。终于太阳完全升起来了，露珠也完全消失不见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这就是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些在草叶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它们的命运就如同我们的宇宙，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是佛学的成住坏空是一种深刻理解缘起和无常的哲学，不仅可以描绘我们的宇宙，也同时给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启发。大到宇宙天地，小到国家兴衰，再微小到一次友情聚散，一次股票涨落，一次浪花飞溅，何尝没有成住坏空的循环呢？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是理解了佛学带给我们的生活哲学。当我们鲜花着锦的时候，要牢记一切都有可能会转折衰败；当我们垂头丧气的时候，要相信一切都可能会否极泰来。拥有这样的心静如水，才会超越苦痛与迷茫，获得人生的正知正觉。好了，今天就聊了这么多，谢谢大家，让我们下次再见。